在巴基斯坦首都最贫困的街区，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一位瘦骨嶙峋的男子赤裸着上身，正准备疏通一处堵塞严重的化粪池。他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，没有手套，没有靴子，甚至连一个口罩都没有。男人屏住呼吸，将身体缓缓进入漆黑恶臭的污秽之中，直至整个人的胸膛被粘稠的粪水吞没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。本期将开启全新系列人文纪录片解说全球最艰苦的职业，镜头将对准第三世界国家最底层的劳动者，记录他们在贫困与逆境中顽强谋生的真实故事。每一期我们将走进不同的国家或地区，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职业，从极端的地理环境到独特的文化习俗，从固化的社会结构再到个体的命运沉浮，带大家探索世界边缘的独特之处，感受生命的另一种形态与力量。在印度灼热的街头，人力车夫们正试图将重达4吨的货物运往几公里外的交货点。他们连拉带推，需要在混乱拥挤的车流中徒步数小时。这份以汗水和健康换取微薄收入的工作，往往不被尊重，甚至备受冷眼。他们在汽车喇叭不断的催促声中，用血汗浸润着城市的尘土，一声声沉重的喘息，像是在悄然控诉着社会与命运的不公。每当一天工作结束，他们甚至连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都没有。这份工作的艰苦以及对健康造成的损害，丝毫不亚于化粪池清淤工。如果说前两者尚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，那么另一群人的处境则已是岌岌可危。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边缘，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正撕裂着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生存防线。曾被誉为沙漠之海的恩加米湖即将彻底干涸，昔日的生命绿洲如今正化作无数生灵的露天坟场。世代逐水而居的原住民，如今为了极为缺氧的鲶鱼，不得不踏入这片被动物腐尸和恶臭淤泥占据的死亡湖床，在绝望中翻找着一线生机。然而气候的无情变迁也将剥夺人们最后的希望。卡拉哈里盆地这颗跳动的心脏正被烈日灼烧为一片死寂的焦土。如果说恩加米湖的干枯是气候无情的惩罚，那么巴基斯坦下水道中的幽暗则是制度与冷漠的沉积。在首都伊斯兰堡最贫困的街区，当地工人依然采用原始的人力方式来清理化粪池和下水管道，他们常被称为化粪池清淤工或管道疏通工。每当在清理一些工具难以企及的角落时，他们往往需要潜入污水中徒手挖掘，有时甚至用脸去贴近污秽，感受异味，判断堵塞点。在这狭窄恶臭的密闭空间里，剧毒的硫化氢气体很难被察觉，工人一旦吸入，数秒之内便可能导致昏迷溺亡。而这样的事故每年都在悄无声息地重复发生。相较于常规的城市污水管道疏通，清理化粪池的工作才真正令人感到恶心与窒息。这位清淤工向记者描述说，当他的整个身体浸泡在粪水中时，浓烈的恶臭令人作呕，即便反复冲洗，那味道像是深入皮肤般挥之不去。社会对这份工作的认知基本只停留在肮脏和恶臭，而从事这个职业的家属则完全清楚其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。对于他们的妻子而言，每当想到丈夫的工作，心就像被紧紧攥住一样疼。她和孩子们每天都在祈祷，希望丈夫能够平安归来。这份担忧道出了无数清淤工家庭的共同焦虑，因为一次失误就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。作为巴基斯坦的首都，伊斯兰堡目前大约有40个贫民社区，超过10万人居住在环境恶劣、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城中村。每到雨季，下水道溢流，化粪池粪水倒灌，洪水裹挟着各种生活垃圾，三股势力混杂发酵，使整个社区臭的是漫山遍野，铺天盖地。而这时就需要清淤工挺身而出，守护社区的基本运行。由于宗教歧视和制度性边缘化，从事这个职业的几乎全部来自基督教少数族群，他们被迫从事社会最底层的劳动，子女难以平等享有教育、医疗等基本权利，也常被贴上肮脏不洁的标签，即便在自己生活的社区中也遭受歧视。一位牧师坦言，清淤工承担着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却常常被视作社会的累赘和污秽。在贫困与歧视的双重夹击下，许多人只能依靠简陋的家庭教堂寻求精神慰藉。他们将自己狭小的居所改造成信仰的空间，他们用歌声与祈祷点燃生活的希望，
维系着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勇气。刚入行不久的桑吉德已然显露疲态，却也没有更好的谋生之计。他的工作是定期对辖区内的窨井进行排查和维护，遇到堵塞需要及时清理。工作开始前，首先要清理井盖上堆积的碎石杂物。这个工作用到的工具非常简单，通常仅需一把铁锨和一根钢筋。虽然井盖还未掀开，但不远处的路人已早早捂住了口鼻。有些工人下井前会点燃一根蜡烛或油灯放进井中，他们能通过观察火苗的燃烧状态来判断毒气浓度。而桑吉德却省略了这个步骤，因为手背上有伤，他缠了些布条保护。为了减轻疼痛并防止钢筋在手中打滑，他又往手上多缠了几层。今天这处管道堵塞并不严重，没多久便完成了维护。不久前，桑吉德在井下不慎被生锈的金属边缘划伤，伤口至今还未完全愈合。因为没有医疗保障，私人诊所的价格他也无力承担，所以没有接受任何治疗。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频繁的刮蹭导致伤口恢复很慢。一天的工作并未结束，他还要继续对其他窨井进行排查。距离桑吉德不远的另一条小巷里，同事尼亚哈德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排查工作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当井盖刚被提起，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瞬间扑面而来。窨井内部狭窄湿滑，污水中还掺杂着不明腐肉和人类的排泄物。不过尼亚哈德对这一切早就已经习惯。通常在排查这类居民区的污水管道时，如果没有异物堆积或堵塞，工人便不用下井。在排查另一处窨井时，发现底部堆积了一些杂物，可能随时造成堵塞，需要及时清理。可这个窨井太过狭小，他站在里面只能勉强半蹲着。当无法使用工具操作时，也只能徒手清理。相比这些日常的维护工作，尼亚哈德接下来的任务才是真正的挑战。社区内的一处化粪池堵塞严重，粪水快要溢出，需要尽快处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沉稳的尼亚哈德叫上了桑吉德共同前往。与清理下水道不同，在进入化粪池之前，尼亚哈德褪去了长袍。如果没有记者的镜头，他会一丝不挂，因为一旦衣物被粪水浸染，不仅污渍难以洗净，臭味也极难彻底去除。当沉重的水泥盖板被缓缓掀起，积聚着整个街区排泄物与生活污水经久发酵所产生的复杂气体，猛然冲破束缚，在空气中肆意扩散。这股气味早已超越了恶臭的范畴，更像是一道直冲鼻腔、刺痛眼睛的暴力冲击。在进入化粪池之前，尼亚哈德需要把漂浮在粪水表层的杂物给清理出来，其中混杂着各种废料、垃圾和爬满蛆虫的死老鼠，不明的腐烂组织也随处可见。化粪池的内壁布满了黏腻的污垢，如果有人不慎独自掉落其中，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从业者而言，这份工作依然是一场心理与生理的鏖战，需要克服本能的恐惧与排斥感。从井口到井底的距离丈量着一个人的全部勇气，因为不确定化粪池沉积物堆砌的厚度和粪水的深度，尼亚哈德踩着系有绳子的铁锨握把，在同伴的协作下缓缓下降。他不但要强忍着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，更要时刻警惕潜藏的致命威胁，可能是化粪池中常见的剧毒硫化氢，也可能是易燃易爆的沼气。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，人一旦吸入这些气体，短短数秒内就可能导致昏迷甚至溺亡。化粪池的管道通常位于池底，想要寻找并疏通堵塞点，用脚部触感进行摸索和清理是最快捷有效的办法。然而沉积物中可能夹杂着锋利的玻璃残片和铁丝钩刺，因此脚下动作必须轻柔。所幸他们今天的工作进展顺利，堵塞点很快被找到并成功疏通，池中的粪水也开始缓缓流向下游。比起打下手的桑吉德，尼亚哈德入行更久，经验也更为丰富。不过在这个行业中，即便是最熟练的从业者，也无法完全规避井下潜伏的危险。当地每年都有清淤工因突发意外而命丧井底，尼亚哈德对此有着切肤之痛。他曾在一次作业时险些丧命，当时井下那刺鼻的恶臭掩盖了无形毒气的侵袭，他逐渐感到呼吸困难，视线模糊。经验和直觉让他在第一时间放声呼救，在同伴的及时帮助下，他才得以逃脱。纵使这份工作再苦再险，
但每当想到家人的笑脸，尼亚哈德便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一天工作结束后，尼亚哈德邀请记者前往家中做客。他和家人蜗居在一间不足30平米的房间里。虽然妻子弟弟家的房子并不大，但依然慷慨地为他们腾出来一间。2个家庭的孩子们天真烂漫，热情地向客人问好。夫妻俩公寓有5个孩子，分别是2个女儿和3个儿子。妻子温柔善良，深知丈夫的艰辛与付出，尽管生活清贫，但他们彼此扶持，苦中作乐。对尼亚哈德来说，每一次接到工作电话都意义非凡。它意味着孩子们的下一顿饭有了着落，也意味着他能继续扮演好父亲的角色。他的梦想并不宏大，只希望孩子们能好好读书，将来过上更体面的生活。对于这位父亲，幸福并非奢华的物质享受或显赫的名誉地位，而是能把食物摆上餐桌，能看到孩子健康成长，是在困苦中不失希望的坚持，是在歧视中不丢尊严的劳动。然而，类似的艰辛并非巴基斯坦独有，在其邻国印度，这片正被发展光环所笼罩的土地上，另一群被时代遗忘的人也正以血肉之躯书写着相似的底层故事。作为巴基斯坦的邻国，印度近年来依托人口红利和政策改革，经济规模持续扩张， GDP 总量已跻身世界前5。但是，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束缚令社会发展严重失衡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。最富有的1%人口掌握着全国40%的财富，而60%的底层民众仍在为一日3餐苦苦挣扎。如同许多经济强国一样，即便 GDP 数据再亮眼，也似乎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。纵使到了2025年，这个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突飞猛进的时代，在印度东部的大都市加尔各答，仍有一群人从事着上个世纪的体力劳动。他们是人力车夫，一种在许多国家早已被淘汰的古老职业。没有机械的轰鸣，也没有引擎的驱动，只有双脚的奔波与臂膀的拉扯。数千名来自比哈尔邦的贫困农民工，仅凭一辆板车和单薄的身躯，便支撑起整座城市的物流命脉。他们是这座繁忙港口城市中最不起眼的一群人，却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每天清晨，加尔各答老城区准时迎来新一轮的喧嚣。由塔吉带领的小型车队也在这时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不大的板车上堆满了各种货物，有自行车车架、5斤螺丝，还有大袋香料和成包大米。有时他们甚至还会载上行动不便的乘客。车队需要将这批重达4吨的货物运往6公里外卡车无法驶入的街区。作为负责人，塔吉虽然不用亲自拉车，但他的工作也并不轻松。在拥堵混乱的交通中，他需要与各种车辆进行协调，来为板车开辟道路。租用这辆加固的人力车，塔吉每天需要支付1欧元。这笔费用看似不多，但背后却潜藏着巨大风险。一旦发生事故，无论是人员受伤，还是货物和板车损坏，所有损失都将由他一人承担。相比塔吉的工作，拉车和推车则要承受加倍的沉重与艰辛。为了控制这辆重达4吨的板车，5名车夫需要默契配合。3人在前奋力拖拽，车尾2人则在推车的同时还要留意货物掉落。一名车夫坦言，负责车头的工作更具挑战性。他们不但要精准掌控方向，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消耗。然而，这份工作也远不止辛苦2字所能概括。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。更危险的是，这种人力板车没有任何制动系统，下坡时车速和转向全靠人力掌控。一旦货物失衡倾斜，哪怕只是轻微偏移，都可能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。尽管如此，车队从不拒绝任何一笔生意，车夫们也总是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。配送的速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，多送一单就意味着多挣一顿饭的钱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面临更快的体力透支与更高的风险。车夫们不仅负责运输，还要亲自装卸货物，因此效率并不高。一个车队每天通常只能跑2趟，最多时也不过3趟。烈日下，有些车夫会因中暑或体力透支而昏倒在路旁，但只要还能挣扎起身，就必须继续负重前行，因为错过一单生意就意味着要饿一顿肚子。他们低头穿行在都市的街巷之间，身边的繁华市井仿佛与自己无关。然而，正是这群如同透明人般的底层劳动者，却用血肉之躯
日复一日地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。6公里的路程，车队用了2个小时才抵达交货点。每当完成一单后，塔吉会用食物来慰劳精疲力尽的队员，但有些车夫实在太累了，甚至连咀嚼的力气都已耗尽，只能瘫卧在路边喘息。39岁的宾德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村，作为家中的顶梁柱，他肩负着养活妻子和4个孩子的重担。他在家乡依靠种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，只能背井离乡从事人力车夫这一职业。宾德告诉记者，以他的学历和年纪，在这座城市能选择的谋生方式并不多，每天都需要拖着那辆该死的板车。有时他恨透了这份工作，可偏偏这又是一家人生活的唯一指望。宾德每月的薪水大约在160欧元左右，虽然比印度的平均工资还高出30欧元，但在高强度、高风险、无社保的背景下，这样的收入显然不成比例。他的大部分薪水都会定期寄回老家，供孩子上学和家人吃饭。眼下他唯一的梦想是攒够钱，回到家乡买块地，重新种田。哪怕依然贫穷，至少可以不再拉车。在加尔各答，不论是客运黄包车，还是像宾德这样的货运车夫，甚至包括相对轻松的出租车司机，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固定的住处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卸去一天的疲惫，这群人就睡在街头巷角，因为这样既节省了房租，还能防止车辆和货物被盗。对于货运人力车夫而言，一旦货物丢失，赔偿金额动辄数千卢比，这样的损失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。第二天清晨，车夫们面对的依然是疲惫的身体与沉重的负担。虽然经过了一夜休整，但瘦弱的宾德实在太累了。旁边的同乡不乏一言，默默顶上，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团结感。宾德的疲劳损失了团队宝贵的时间，他们已经迟到，必须尽快启程。作为印度的第3大城市，加尔各答的交通会在每天早上8点准时陷入嘈杂拥堵的早高峰。在城市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，人力车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。私家车主责怪他们挡道阻路，因此常口出恶言。有的市政人员将其视为城市文明的污点，而执勤警察则频繁以阻碍交通为由进行敲诈勒索。下午6点，车队送完了最后一批货物，但工作尚未结束，因为塔吉又接到了新的订单。又饿又累的车夫们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正餐，这笔买卖只能等到明天。为了防止第2天再次迟到，他们提前接收了货物，并用最后一丝力气将其装上车。等所有工作完成后，车夫迎来了一天最期待的时刻。6人会平均分配当天的劳动所得，负责人塔吉也不多拿1分。今天他们的收入还算不错，每人分得7欧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50多块。宾德告诉记者，多数情况下他一天只能赚2到4欧元。有时如果没货可拉，甚至连吃顿饭也会成为奢望。为了能多寄点钱回家，车夫们通常一天只在工作结束后吃一顿正餐。平时他们仅在运输途中或休息间隙，在路边买些价格低廉且耐饥饿的食物充饥。这顿晚餐尽管简单，却足以慰藉车夫们一天的辛劳。作为车队的负责人，塔吉曾经也是一名车夫，但他现在已经不再亲自拉车。即便如此，入行10年间，他的身体因长期过度透支已大不如前。塔吉深知家人不希望他再继续这份工作，因为加尔各答并非梦想之地，而是沉重的现实。在印度，不论是客运黄包车还是货运木板车，这种纯粹依靠人力的运输方式，仿佛是工业化浪潮中被时光遗落的活化石。近年来，印度多地已经禁止或限制了各种人力车的存在。加尔各答也曾尝试全面取缔，但最终在工会抗议和社会压力下不了了之。这些车夫仍被默许在城市部分地带活动。在新兴印度努力摆脱贫困标签的光鲜形象背后，这些用血汗维系城市运转的身影正逐渐被时代遗忘。他们没有社保，缺乏劳工权益保障，更没有可供转型的替代技能，只能在冷眼和血汗间挣扎谋生。可当你看见他们黝黑的身影在烈日下迈着沉重的步子时，或听见那一声声比机械引擎更沉重的喘息时，就会意识到，这座现代城市的心脏或许仍靠车夫们的脊梁所支撑。
它们是加尔各答的无声齿轮，是旧时代的回音，也是新时代的叹息。当城市的底层劳动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时，地球另外一端，一部现实版的生态浩劫正在上演。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干旱，人类的抗争显得如此无力而绝望。在博茨瓦纳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边缘，恩加米湖曾一度广袤如海，是这片焦渴大地上永恒的生命绿洲。湖水主要由奥卡万戈河通过奥卡万戈三角洲季节性注入。过去每逢7月洪水季节，恩加米湖便会被奥卡万戈河的泛滥之水注满。湖水曾一度漫过远方的土地，映照着它昔日的辽阔与富饶。千百年来，湖泊滋养着沿岸生灵与文明，湖畔居民在广袤水域旁安居乐业。19世纪中叶，恩加米湖水域面积一度绵延40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4个香港大小，被誉为沙漠中的海洋。遗憾的是，自20世纪以来，气候变化带来的无情影响正使这片湖泊日益萎缩，滋养湖泊的河流不断干涸，昔日充沛的奥卡万戈洪水也已无法再将湖泊注满。即便在2011年，恩加米湖尚有32公里长、11公里宽，但这已然是昔日盛景的残影，令人唏嘘。当地居民马里科指着一棵早已枯死的树木，言语中充满了无奈。那时候，湖水几乎淹没了树冠，牛群能随意找到水源，捕鱼更是轻而易举。如今湖水正以惊人的速度消退，留下的只是布满龟裂的荒芜湖床和即将干涸的淤泥。零星残存的死水潭成了这片湖泊曾经存在过的最后印记。不过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水洼，却也成了无数生命的死亡陷阱。在高温的炙烤下，动物们被淤泥彻底封印，成群结队地倒在干涸的湖畔。曾经的水上天堂，如今沦为动物的坟场。一个被困在泥浆中数日的牛群已经奄奄一息，它们陷得太深，凝固的泥土如同坚硬的枷锁，救援已经太迟。不远处的秃鹫无声地宣告着牛群的命运。在恩加米湖的另一处水洼边缘，这头牛刚刚陷入淤泥，它仍有一线希望，正在耐心等待主人的帮助。马里科已经在这片泥泞中失去了好几头牛。对牧民来说，牲畜是维系生计的根本，每一头牛的失去都意味着家庭生计的雪上加霜。所幸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，母牛最终被成功拖出泥潭，暂时逃离了死神的魔爪。与牧民的牲畜相比，恩加米湖野生动物的处境则更加令人担忧。这里曾经是数百头河马的家园，如今却仅剩下寥寥3头。持续的干旱导致水生植物绝迹，大部分河马被活活饿死，还有些则因为极度口渴误饮了粘稠的泥浆，最终导致肠道堵塞而痛苦地死去。一些动物尝试迁徙到100公里之外水草丰沛的奥卡万戈三角洲，不过它们需要穿越长达50公里的无水区。酷热和干旱导致绝大多数动物死在迁徙途中，能够幸运抵达的寥寥无几。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正将这片土地一步步逼入绝境。居民们在干涸的湖床上追逐风沙，苦苦求生。而在恩加米湖最后残留的泥潭中，成千上万条鲶鱼正在上演一场窒息狂欢。它们依靠独特的生理机制，即使在含氧量极低的泥浆中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因为鲶鱼的血液携氧能力是普通鱼类的3倍。曾经，恩加米湖中丰富的鱼类资源是当地人重要的食物来源，可如今水源干涸，草木凋零，牲畜接连死亡，巨大的经济损失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。为了谋生，他们被迫从满是泥浆和遍布腐烂动物尸体的湖底捕鱼。马里科兄弟在粘稠的淤泥中推着沉重的独木舟，举步维艰。他们需要抵达水洼中央泥浆相对稀薄的区域，因为鲶鱼群在那里聚集。虽然泥浆阻碍了视线，但好在鱼群密度较大。使用长矛芒刺是在这种环境中捕鱼的最佳方法。马里科兄弟必须赶在泥潭彻底干涸之前，尽可能多的捕鱼。在烈日炎炎的炙烤下长时间劳作，疲惫和干渴不断侵蚀着他们的身体。除了辛苦之外，捕鱼工作还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不远处的河马由于干旱和食物匮乏而变得异常焦躁和具有攻击性，人类的活动随时都可能激怒这些重达1吨的巨兽，而深及腰部的淤泥几乎剥夺了人类逃生的可能。
为了维持生计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与危险共存。虽然世代以放牧为生，但如今却只能以渔民身份挣扎求生。几个小时的辛苦付出，马里克兄弟收获了32条硕大的鲶鱼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每条都重达10斤左右。为了能够顺利将这300多斤鱼货带到岸边，捕鱼工作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。天气酷热，他们需要尽快将鱼运回去进行保鲜处理。他们的家坐落在昔日广阔湖泊的岸边，需要驱车10几公里才能抵达。为了能长期储存和销售，他们会使用传统方法将这些鲶鱼制作成鱼干。第一步，先要去除鲶鱼的内脏，简单冲洗后还要撒上大量食盐。最后经过晾晒得到的鱼干会被运到邻近的赞比亚进行出售。100条鲶鱼干能卖96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700块。由于博茨瓦纳是一个内陆国家，恩加米湖又地处偏远，这导致当地的运输成本居高不下，食盐的价格非常昂贵，因此马里克兄弟的利润极其微薄。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天之内，恩加米湖最后的泥浆就会完全凝固，届时牧民们最后赖以为生的资源也将彻底失去。尽管如此，马里克仍然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他始终相信祖辈们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。他告诉记者，甘霖会在最后一刻降临，即便雨水迟迟不来。他们会拿起铲子，尝试在干涸的湖底深处寻找那些可能被深埋起来的鱼群。水洼中不断翻腾的鲶鱼，如同恩加米湖最后的回光返照，给予沿岸居民们最后一丝慰藉。曾经闪耀着湖光水影的生命源泉正在悄然消失，传承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正走向终结。恩加米湖的命运不仅仅是博茨瓦纳环境危机的真实写照，更是全球气候变迁的一个缩影。在本期内容中，我们透过镜头探访了世界不同地区那些鲜少被人关注的群体，无论是巴基斯坦的青渔工、印度的车夫，还是恩加米湖畔的牧民，他们的故事犹如一面面镜子，既映照出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屈，又折射出文明发展中被遮蔽的暗角。他们的沉默与无奈提醒我们，在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之外，还有另一种生命的形态正以最质朴却最震撼的方式延续着。或许你我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生活，但那份直面苦难的坚韧与勇气值得我们倾听和理解，而这些正是此类纪录片坚持记录与传播的深层价值所在。